这个清纯亮丽的女人正在涂抹自己性感丰润的嘴唇，感觉自己无懈可击后，还来了个华丽的转身。可女人不知道，餐桌上的男人竟趁机在她的酒杯中偷偷放了一颗不明药丸。女人做梦都想不到，结识这个帅气多金的男人，自己的人生将一步步走向深渊地狱。农村姑娘程燕毕业后，在城里的一间制药厂工作。在此期间，她结识了男友刘庆田。刘庆田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，开好车住豪宅，对程燕更是百般呵护，着实是羡煞旁人。就连程燕的同事张怡都对她赞不绝口。然而沉浸在幸福中的程燕做梦都想不到，看似完美无缺的刘庆田，他的身上竟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天下班后，刘庆田接程燕到酒店里用餐，除了一桌美味佳肴外，刘庆田还事先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程燕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本珍藏版书籍，这让喜欢读书的程燕惊喜不已。刘庆田执起程燕的手，温柔地诉说着动人的情话，程燕听的是如痴如醉。期间，他对刘庆田的生意产生了好奇。对了，你们那边生产什么药啊？毒药。给你闹着玩呢。刘庆田并没有告知程燕自己具体在做什么药，而是顺势提起有个朋友想从程燕的厂里买一种药。程燕对这种药的名字并不陌生，因为这个药是限购品，厂里管控得很严，每箱药物出库都要张仪签字盖章才行。刘庆田闻言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拿起碗筷准备用餐。此时程燕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已经踏进了刘庆田精心布置的陷阱中。趁着程燕去洗手间的功夫，刘庆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袋不明药丸，将其中一颗偷偷丢到程燕的酒杯中。看着药丸慢慢的在红酒中溶解，刘庆田露出了狡黠的笑容。片刻之后，程燕回到了餐桌上，两人举杯相碰，看着程燕将酒一饮而尽，刘庆田的眼神越发阴狠。而从这一刻起，程燕的人生竟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没多久，张仪就发觉程燕最近的工作状态很差，不仅脸上毫无气色，工作期间还总是无精打采。程燕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，每天都感到浑身无力，恶心想吐。张仪让程燕早点回去休息。程燕告别张仪后，很快来到刘庆田的别墅，想让他陪自己去医院看看。可刘庆田却微笑不语，将虚弱的程燕扶进了屋内。此时程燕的状况更加恶化了，她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身体也开始不停地抽搐，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在沸腾。而刘庆田则不慌不忙地为程燕调制一杯特殊的水，喝下以后，程燕的痛苦竟转眼间消散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飘飘欲仙的快感，仿佛翱翔在云里雾间。程燕不禁对刘庆田给她吃的东西产生了疑惑，然而刘庆田的话却让她惊恐了。这半个月以来，你一直在吸食品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程燕瞬间从幻梦中清醒过来，原来刘庆田一直在暗中给她吸食毒品，一步步地瓦解她的身体和心灵。程燕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瘾君子，更无法接受让她走上这条路的人竟是她的挚爱。她想从刘庆田身边逃离，找回以前的生活，然而一切却为时已晚。她越是拼命挣扎，就越是深陷其中。程燕的意志力在毒瘾面前不堪一击，她很快就向刘庆田卑躬屈膝，哀求刘庆田能分给自己一些毒品。刘庆田自然不会如此轻易地答应。现在程燕的命脉握在他的手上，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要求程燕为自己卖命。于是他下达了第一个命令，那就是让程燕从工厂里弄几箱管控药，这是制毒不可或缺的材料。程燕心中虽百般不情愿，但她再也无法承受毒瘾的摧残，只能听从刘庆田的要求。为了顺利拿到药，程燕找理由将张仪支离了办公室，随后将仓库大门和办公室的钥匙都刻印了下来。张仪走到半路，猛然想起没带钥匙，急忙折返回办公室，而程燕恰在这时完成了刻印，没有露出任何马脚。下班后，他将成果交给了刘庆田，刘庆田十分满意，给了程燕一小包毒品。程燕迫不及待地夺了过来，此刻他的内心仍在苦苦挣扎，他无数次地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。然而刘庆田对他的折磨却才刚刚开始。得到仓库和办公室的钥匙后，刘庆田对程燕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，那就是伪造管控药的出库单。程燕趁着张仪不在，从抽屉里偷偷取出印章，有了盖章的出库单，刘庆田的手下就能光明正大地从仓库里把药品搬走。刘庆田的制毒团队平时藏匿在别墅的地下室里，夜以继日地生产毒品，
程燕无意间来到地下室，亲眼目睹了刘庆田的制毒作坊。刘庆田也不避讳，让程燕尽情地欣赏眼前的一幕。我们要赚钱，赚大把的钱，这其中还有你的一份功劳。听着刘庆田的话，程燕心中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厌恶。她一把推开刘庆田，痛斥刘庆田是在利用她，从头到尾就没有爱过她。可刘庆田却报以一声冷笑：“你以为我真的爱你？燕儿，别那么天真啊！干我们这行的，怎么可能有真感情？”程燕一怒之下转身跑开。刘庆田的手下担心程燕会出卖他们，可刘庆田却有十足的把握，认为程燕非但不会报警，还会乖乖的来求自己。果不其然，刘庆田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应验。程燕再次匍匐在刘庆田身旁，恳求他能施舍一点药粉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程燕的理智占据了上风，但很快又被毒瘾压了下去，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是徒劳。对此，刘庆田再清楚不过了。常年和毒品打交道的他，见过无数的瘾君子，没有一个人能从他手中全身而退。程燕也将是其中之一。现在的程燕已经彻底沦为毒品的奴隶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，都再也离不开刘庆田了。为了帮刘庆田生产出更多的毒品，程燕再次来到工厂仓库内，将管控药的标签偷换成其他药品。当刘庆田的小弟来到办公室里，谎称要提几箱感冒药的时候，程燕便塞给张怡几张现金，让他帮忙去外面买午餐一起吃，自己则带着小弟来到仓库，拖走了那箱被调包的货物。此时的刘庆田觉得程燕这条路已经是天衣无缝了，可一个意外却突然降临。这晚，程燕忧心忡忡地走到刘庆田身边，告知了自己怀孕的消息。程燕的心中还存有最后一丝幻想，希望刘庆田能因为这个孩子收手。可当冰冷的水泼在他的脸上时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太幼稚了。刘庆田无情地命令程燕打掉孩子，程燕只能选择服从。手术过后，程燕虚弱地躺在病床上。张怡以为程燕是流产了，特意带了熬好的鸡汤前来探望。愧疚和感动让程燕泪流满面，她抱住张怡，不停地啜泣，可心中的痛苦却无处诉说。而这次的打击几乎摧毁了程燕那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。心灰意冷的程燕在出院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夜晚，程燕独自来到天台上，在微风中俯瞰着脚下的车水马龙，她想用自杀的方式让自己解脱。这时刘庆田赶了过来，劝说程燕不要冲动，说生命只有一次，好死不如赖活。可程燕却对刘庆田露出了疲惫的微笑，她已经厌倦了这一切，心里剩下的只有悲哀和屈辱。或许让灵魂离开肉体才是一种解脱。程燕背对着刘庆田，对着夜空继续喃喃自语，全然没察觉刘庆田已经悄悄来到身后，趁程燕不备，刘庆田将其强行拽了下来。而刘庆田接下来的行为更是彻底将程燕推入了绝望之中。为了防止程燕再干傻事，刘庆田将程燕五花大绑。此时求生欲和理智再次回到了程燕的体内，他大吼着让刘庆田解开绳子，可刘庆田却拿起一把小刀，在程燕的身上肆意游走。程燕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几千条虫子在你的身上爬是什么滋味。刀尖的触感和刘庆田的警告不断地刺激着程燕的神经，他再也无法忍受，发疯似的挣扎起来。可这却激怒了刘庆田，他堵住了程燕的嘴，随后想用起身旁的毒品粉末渗进了刘庆田的骨髓里。他瘫倒在沙发上，沉浸在毒品带来的快感中。见刘庆田失去了警惕，程燕奋力挣脱了束缚，他捡起脚边的小刀，用尽浑身力气刺了下去，随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刘庆田的别墅。然而程燕却并没有下杀手，最后一刻他清醒了过来，小刀只是没入到了水果中。程燕最终选择了报警，警方迅速出动，一举端掉了以刘庆田为首的制毒窝点。抓捕过程中，刘庆田没有任何反抗，或许在他走上这条不归路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预料到了如今的下场。程燕也向警方自首，坦白了他和刘庆田之间的恩怨纠葛，以及所犯下的罪恶。曾经他怀揣着梦想来到城里，像其他女孩一样，渴望着美好的未来和甜蜜的爱情。只可惜遇人不淑，毒品夺走了他的一切，摧毁了他的人生，也给他的灵魂烙上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